手得放平，往这摆，手掌得往上，不然扎手上。往上一点，放松。对，往上。这样吗？嗯。发射。不错，继续。没事，继续。歇一会儿，吃点东西。吃吧。特意挑了个最大的给你，你自己怎么不吃啊？梨可不能分着吃。今天练得不错，但以后也要每日勤加练习。那个大家伙的脾气可真好。被他踢断腿的人，没有10个也有8个，也就看你顺眼。燕先生可真是会变着花样拍东家的马屁啊！那是啊，要是冷落了东家，我饭碗不就没了？要不你教我骑马吧？怎么突然想学这个？当初祖父他们出城的时候，倘若我会骑马，就能早些见到他们，多说上几句话。而且我也迟早要去北地的嘛，我还想去很多更远的地方。如果我会骑马，我一个人哪儿都能去。当初让祖父教我，可他是个书生，也只会坐车坐轿。别拉这儿，要拉住缰绳。不行，我一拉住他就摇头晃脑的，我会掉下去的。不会掉的。这坐在马上的是我，掉下去也不是你啊。行，即便你掉下去，我也能接住你。嗯。哎。没骗你吧？燕西，玉，你吹口哨干嘛？我学你啊。你学的不像，马都听糊涂了。那你也没有教我啊。下次教你。怎么样，还敢骑吗？这骑马的感觉，就好像在驾驭海浪。现在不怕摔了？怕摔也要学。那要不要再骑2圈？好啊。劲儿！玉，祖母，哥哥，祖母，你怎么来了？
这就是那位武先生吧？他就是我哥哥。我让叶先生教我骑马，没有想到我一坐上去，马就跑起来了。这马烈得很，除了我之外，不服任何人管束。你今天是不是还没有跟护院们训话？啊，芷姑娘不说我倒忘了，老夫人，失陪了。且慢，转一圈我瞧瞧。去吧。告辞。我跟你一起去，哥哥。哥哥，我刚刚看你跟花姐姐骑马好厉害，以后带我一起骑来，你教教我。哥哥，你慢点。祖母，都怪我。都怪你什么？是匹好马。祖母，这燕先生的马脾气不好，你离远一些。不用那么紧张，你呀就是绷得太紧了，像根弓弦子似的，硬邦邦的。那马一动，你不就摇摇晃晃了？先松下来。你看给咱们后厨送货的那驼马了吗？它身上那个带子是软的，挂在马身上就是稳稳当当的。如果是个硬邦邦的硬棍子，那马一动，它不就掉地下了吗？要学御马呀，先记住一条，手里的缰绳，无论如何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扔掉它，不能扔掉把握方向的决心。无论是御马、御人还是御事儿，都要学会顺势而行，求得一个张弛有度。这马的力量大，你的力量小，要学会借力借势，才能四两拨千斤。祖母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你只当我是深宅大院里什么事儿都不会做的老妇人是吗？我又不是生来就这么老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偏爱骑烈马喝烈酒，全皇城的少年郎都追不上我。是匹好马。我年少的时候，侯府的大门可关不住我，我娘一个不留神，我就骑着我那桃花葱到郊外打猎去。那踏雪生汗珠，鞍蹄卷旋毛，真是一匹漂亮的好马。哎，那回我那桃花葱被大风迷了眼，误打误撞就跑到一个破屋边上，我也进那破屋去避风了。你怕什么？我又不吃了你。那后来呢？那人是谁？成了你祖父。听你的，这是什么？暖手桶啊，你快试试，是用野兔子皮做的，可暖和了。是前些天我亲自打来的野兔子，亲手缝制的。
你怎么能杀生呢？你不要送了，我送别人了。别，多谢姑娘。不用谢。谁能想到，我就陪上了一辈子。我还以为是祖父中举之后才与祖母有了婚约。那都没意思，帮下赘婿的事儿，我不屑做。我的父亲是侯爵，母亲是郡主，我喜欢上一个穷小子，结果在屋里闹得翻天覆地。但很快，你祖父就考上了状元，彻底没话说了。那要是没有中榜呢？祖母还看得上祖父吗？没考上也没什么呀，我都想过，大不了我就跟他私奔，天大地大，还能饿死我们俩不成？我看上他的也不是什么才学、功名，是人品和气质。都不是。我是看着他，我那天进那破屋子里啊，哎呦，有长得这么俊俏的小郎君，我的心就。祖母心在那儿，就是在这儿跳的，砰砰砰大跳。后来我跟你祖父一路走来，他的官越做越大，子女们也都长大成人了，我就从侯府的小女儿，变成了花家的老夫人。整日里我要严肃，要公正，还要不苟言笑，也不能出去打猎饮酒，不能玩。那以后我陪祖母喝酒。不喝了，小少爷说了不能喝。孩子，别听那些闲人的胡言乱语，看什么家世门第、前程功名，那是寻郎君吗？那是做买卖。要是有一天有一个人让你的心也在这儿砰砰的跳，记住了啊，那就是他。就是他。你喜欢那武先生吗？祖母，我没想过这些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问问自己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。我每一次遇见他，我心里都很高兴。他来见芍药，我就总想同他说话。有些话我也只想同他讲，我也不为了问什么。就是想说给他听，那这就对了。我觉得我心里是喜欢他的，但我现在是花家的当家人，百废待兴，我不能向他许诺什么。这你就想错了，记住了，无论为了多少人，无论是多大的事儿，莫要负了青春。倘若有一日你心里有了答案，无论是谁，只管来告诉祖母。我要亲手为你置办嫁妆，要高高兴兴、风风光光的送你出嫁。雪儿明白了，刚才我已经相看过了，是个高挑俊朗的小郎君，只是比你祖父略差了那么一点点。那是啊，对了，小少爷跟我说，那穆先生讲课晦涩难懂。我知道。我已经在抓紧时间找些年轻的先生了，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。好，那你就去忙吧，我再坐会儿。坐来。刚才你看见他们俩骑马的样子了？照这个学法，3年5年他也学不会呀，那心思就没在那马上。你说的是。把那后生叫来，我有话要问他。看着真够了，人还挺多呀。真不错。来，看。
恭喜！多谢各位掌柜前来捧场。花大姑娘，我真服你了。你家点心3、5日变换新花色，许多样式我都还没吃够就不卖了。原先我还替你家点心师傅可惜呢，没想到啊，你家铺子倒是挺齐全啊。以后各位掌柜的酒楼里都是顶新的口味，方便客人们尝新。若想回顾旧味呢，就来我的铺子里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哎，这幸亏啊，花大姑娘不是做账房的，这要是做账房的，咱们不都得喝西北风啊？你呀，你这算盘打的是既响亮又好听啊！不说笑了，里面请。走，行，走吧，那就。精致啊！这边都是我们家的新品，看一下好香啊！这个形状我第一次见，精致，方正形状的糕点来一份。来了，志贤，哎，稍等啊，一盒不够。这些都是我家师傅根据花的样式制作的。哦。来吧，来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小心。多来点。两位这边请，来这边请，这边都是新出的，来。花莲姑娘，花莲姑娘，这，帮帮忙！哎，您请进啊！来，让一下！谢过！云来酒楼，这里送到2盒桂花糕。哎，你说刚刚缝的，我这手竟然都疼了。大嫂，你快歇会儿吧。哎呀，这手疼啊，也是高兴的事儿。我真没想到咱们这进项竟这样丰厚啊！你们瞧瞧，这送进来的一摞摞、一册册，可不是纸，那都是钱呢。二嫂，你快跟三嫂一样了。大嫂，纸丫头呢？在那儿呢。纸丫头，我听灵儿说，那个巷子水泄不通的，还有铺子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你这还有心思在这算账，还不赶紧回去看顾大局？今日开张，我总得算明白了，才知道明日的开支进项。你这些木棍儿摆到明天都摆不明白，我来。这是我做姑娘的时候，在我娘家的那些兄弟里，就属我打算盘打得最快。后来这个算盘被我偷偷地塞进了我陪嫁的那个香笼里带过来了，从此压在箱底，只做个念想。没想到它也有重见天日的一天。三婶啊，倒是有前后眼。这抄家的时候，不仅藏了金银，还藏算盘呢。总比你那些鞋呀、袜呀的有用吧？那是。念秋，从今天起你就跟着三婶好好学打算盘。三婶，那这就交给你了，我去铺子看看。快去！走了，来，把这些都收起来。随便看看。迎春，哎，一口气开这么多铺子，忙都忙不过来，竟叫我也一同来这赎罪。林姑娘，今日开张实在忙不过来，明日便不劳烦你们了。林姐姐，你尝尝，这个栗子糕很好吃的。确实不错。花姐姐，陪我去后面看看。就是。你要不要带？哎，这边怎么有人晕倒了？哎，有人晕倒了！快过来看呐！哎，这有人晕倒了！哎，去看看去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突然就倒了。是啊。这人没死，只是饿晕了。迎春，您去拿点吃食来，把他扶起来。来。慢点啊！接着看。
好诗啊，姐姐，你快看看。君王为天下之客，他读过祖父的文章。此等才学，怎么沦落至此？唉，不落魄又能如何呢？他用这样的文章去参加科举，恐怕呀是下辈子都不能被录用。若是被圣上看到，恐怕要落得跟祖父一样的下场。你醒了，好些吗？多谢，告辞了。你的诗文都不要了吗？自是高枝无俗韵，何妨若叶有余寒。可是你写的。敢问郎君姓名？在下姓郑名之，多谢诸位娘子搭救。我如今身无长物，唯有数卷诗文，笔肘自珍，望娘子还我。郑郎君家在何处？何处高就？百无一用是书生，无处栖身，亦无处可用。能否借一步说话？郑郎君，我家想要聘用一位善讲诗文的先生，郎君高才，不知可否愿意一试？郑某虽贫贱，不愿受嗟来之食。多谢各位，告辞。这怎么就嗟来之食了？你这人好生奇怪。我家虽新开了铺子，却非富贵人家，乃是一门戴罪之身。我祖父藏书万卷，若先生愿意，可以自取戒毒。我家姓花。您是？方才十里失敬，多有得罪。莫说因贫足雪，便是赴汤蹈火，能为花公。郑某心甘情愿。郎君何必行此大礼？快请起。这又愿意受嗟来之食了？这坏人又来欺负花姐姐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公子里边请，有什么需要吗？公子，您是在找人吗？没有啊，当然是找那个凶巴巴的大傻妞了。那您里边看看，看看想吃点什么。那就这个，帮我拿一个吧。好。公子，还有别的需要吗？一样帮我拿一个吧。哦，好。哎，谁的马跑了？马？这马怎么是哪呀？你的马呀？我的马！哎，马呀！马！我的马！哎，我的马！跑快点哦，马可丢了！你驾！呜！太我出师了，这小伙子。
哎，嘿，慢点，小心着骑呀！玉。我自己可以。你头回骑这么久，我怕你腰疼，腿也麻。你以前学骑马也是这样吗？那时太小了，记不清了。你从小便学骑马？嗯。你是想问，皇都中能供孩童骑马的人家非富即贵？如果真是这样的出身，为何会去参军？又为何会去你家当武先生？对不住啊。你都没问出口，抱歉做什么？况且认识这么久了，你也从没探问过我什么。其实从见你第一面我就好奇，只是觉得问起来太冒昧，要是现在问，又怕你会多想。对我这么客气，看来你我之间还是生疏了。不是，我是觉得要是有朝一日你想同我说，你自己会告诉我的。我年幼丧母，父亲再娶，从小被我伯父一手教养大。是他教我骑马，教我读书。后来我去参军，也是为了报他的恩情。其实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希望有朝一日，我可以原原本本都讲给你听。但现在我们就这样，骑骑马，吹吹风。好吗？好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早点回去吧。恐怕等我说了，我们就再也不会这样相处了。哎呦，燕先生回来了。燕先生，那个芷哥呢？老张放心，我先送他去了铺子里，晚些时候他会回来。那有劳燕先生了。您瞧芷哥这一天的，哎呀，全是他的劳累呀。童儿，我的确需要江离的身份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和江离活着，都是满身污名，无人可信。离儿信任我，我也信他。可如今，离儿亡故于此，已无法自辩。那我来替他辩。他们不是以为我们一辈子都活在污名之下吗？那让他们好好看看，我和你怎么从这一滩污名里踏出去。
家一定要认真打扫啊，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，尤其是那个树底下，都要打起精神来，一定要把真女堂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。童儿，童儿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看你一个人拾柴太辛苦了，明日我陪你一起去。堂主说过，你暂时不能出这个院子。我再也不敢碰了。我让你碰齐，再也不敢。说了那个灯笼，只有堂主可以碰，让你不听话，让你不懂事。别看了，快点走吧，一会儿被发现了。为什么灯笼不能动了？真女堂有规矩，不可点灯夜行，只有祠堂外才能点灯笼，所以点灯笼的人只有真女堂堂主，旁人绝不可动。女有四行：一曰妇德，二曰妇言，三曰妇容，四曰妇功。夫云妇德。女工不错，平日里做多了，就练出来了。再过些日子，我会打点好一切，告诉所有人你就是江离，你便可以出现在所有人面前。谢堂主。给我吧。但叫男而不叫女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自是能有你一口饭吃。自是听堂主吩咐。堂主，你今日换熏香了。做公事，勿要多言。堂主慢走。虚11刻，躺卧身定，遐思不眠，视为不洁；漏夜行动，视为不洁。虚11刻，躺卧身定。真女堂守备森严，我和娘子在这里住了10年，都没能找机会逃出去，现在恐怕更难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想出去透透气。不行，现在出去视为不洁，是要被打的。大家现在都熄灯睡觉了，我悄悄跑出去，应该不会被抓吧？真女堂有深夜不能外出的规定，是因为以前有一个真女深夜偷溜出去私会情郎，结果摔下山崖死了。可她老是阴魂不散，整夜纠缠着真女堂。后来又有一个真女贪玩偷溜出去，结果碰到了那个女鬼，被吓得没了半条命呢。这怕不是为了不让你们出去瞎编的吧？不是，是真的。那个真女记得清清楚楚，那个女鬼也穿的是真女的衣服，而且个子高高的，可吓人了。高个子女鬼。
3日后，参加月中法会的柳夫人会顺路来慰问真女堂。由于路途遥远，柳夫人会在这里住1夜。这几日你吩咐下去，务必把真女堂收拾干净，好让柳夫人住得舒服。知道了。柳夫人到来之日，让他们2个好好待在屋里，不得随意出入，以免污了贵人的眼。是。户部侍郎柳元丰的夫人。童儿，你知道柳夫人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她曾经是我们家叶夫人的好朋友。你头上的这支钗还是她送给我们家叶夫人的。柳夫人一路辛苦了，我来布施又怎么会辛苦呢？见过柳夫人。真女堂这般上下齐整，实见堂主用心了。我贸然来访，恐打扰你们了。岂敢岂敢，夫人惠礼，我等感激不尽。厢房已经备好，还请夫人委屈一晚。这边请。童儿，快醒醒！今天晚上是我们唯一能够离开这儿的机会。怎么离开？柳夫人。可柳夫人一直都知道娘子在真女堂，平日里也不见她过来问候。况且，若是江家不发话，她能带咱们走吗？你把这个发钗交到柳夫人手上。这能行吗？你跟柳夫人说，江里有难，她看到这个发钗定会随你而来。可现在这真女堂上下都为堂主师尊，就算柳夫人肯为我们出头，等到时候堂主万一不认，还会反咬我们一口呢。若是柳夫人亲眼撞见堂主他品行不端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闻到过堂主身上的香味？他每天都涂脂抹粉，有什么奇怪？那他是每天，还是偶尔？好像不是每天。这就对了，我是第一次念女戒的时候就闻到了堂主身上的香味。这种香味不是普通的香味，是依兰香。依兰香，就是夫妻之间调情用的。这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夫人，我看这几日主人没有过来看你，我给你准备了个东西。这是何物？依兰香。堂主身上出现调情香，灯笼就会出现在今夜的高度。堂主身上没有香味，灯笼就不会挂这么高。原来这灯笼还有含义呢。真女堂附近是不是有个鹤灵观？对，在对面的山上。那天溜出去帮你拾柴的时候，我特意往山脚鹤灵观的方向走，发现当灯笼挂在高位时，对面山上就能看到灯笼，而灯笼在低位时就看不到了。之前我去鹤灵观上过香，那里每隔1晚会有一次法会，有法会的时候，堂主身上就会出现调情的香，这时山上就可以看到升到高位的灯笼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那灯笼是去给鹤灵观参加法会的人看的。没错。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会不会只是一些巧合？不是巧合。有天，我趁着他们外出采果子，故意把灯笼挂低了。你猜怎么着？
那天晚上，我就觉得一定会有事情发生。趁你睡着，我偷偷溜出去了，然后就碰到了你说的那个高个子女鬼。入夜不能出去，女鬼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控制我们，好让她自己方便行事。可这要是在真女堂被抓住，是要被关大牢的。而且鹤灵观还有法会，堂主怎么敢在柳夫人来的时候喊？灯笼是我挂上去的。姐姐，你太厉害了。那我现在去找柳夫人。童儿，你去找柳夫人，除了发钗，还需要一个理由。动手吧。不是，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吧？我们没有机会了。我身上没有江离的伤痕，戏要做足，才能撇清自己的嫌疑。为了江离，我们必须这么做。前面就是真女堂了。真女堂，那里关着一些不能下山的女人，确实是个藏身的好地方。撤！谁？你出来！你出来！出来！女菩萨，我遭人迫害，还请女菩萨帮我一把。这里不是佛堂，我也不是什么女菩萨。你在这躲着，早晚会被发现。那个窗户后面就是后山林，快走吧，走啊！多谢。你们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他。杀吧，正好再加一条杀人罪。
苏国公，秦公子，赶紧束手就擒吧！你贩卖私盐的罪，已经逃不掉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把私盐的来处交代清楚，害我主君从鹤林观追到这个破地方。倘若说不清楚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的命。少诓我！落你们手上，能有什么好下场？你们今天要是不放我走，那我横竖都是一死，不如就在这儿死了。至少黄泉路上还有一个美人相伴。我这个人向来心善，既然你心中是这样想的，那我便如你所愿。一会儿让你和你这位美人在地下团聚。夫人，我们家娘子快要病死了，救救我们家娘子吧！这是我给珍珍的发钗，难道是李燕儿？是，快带我去找她。好，走。郎君，要不我们放弃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要不我们放弃吧。苏国公已经追到真女堂了，如今又当场抓住了你我二人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这个臭婆娘，在胡说什么？上面的人是什么意思？把我们逼到了绝路，你先把我放了，我们好好跟苏国公认个罪，兴许还能活命。你到底是谁啊？郎君，我是你的同谋。都实话。你在说什么？哦，闹了半天，原来你们是同伙。你赶紧杀，杀完了，我再带你走也一样，正好让我看看你们是如何清理门户的。我现在去杀了他！我可真杀了！跪下！起来，主君，你再看看他，是不是很眼熟？娘子，看看这布。娘子，那楼上有人在看你。别的地方很难买到的。那就是新晋状元的夫人，怀乡第一才女，长得漂亮吧？你怎么知道她是怀乡第一才女？她派眼线四处搜集美人才女。陆基，你那人是苏国公，我听沈郎说，他为人张狂，行事狠辣，被他盯上不是什么好事。快走！你不要告诉我，你姓薛。你认错人了。也是，死都死了，在山上做鬼有可，在山上做贼，倒是不可信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不要听这个疯婆娘的，我是无辜的！你们抓错人了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听着真烦啊！带回去，关起来。来人！今日就将就在这儿把你给审了，审完了，叫你们这管事的把你给领回去。起来！苏国公，你看不上我吗？嘿，你这个女人啊，还真是放肆啊！身在真女堂的女人，就干不出贩卖私盐的事吗？
我知道的，不比那个人少。你带他回京受审，为什么不带上我？求我关你？你还挺有意思。在这个地方，肃国公不能对我刑讯逼供，不觉得施展不开吗？李儿，你在里面吗？李儿，若是今日我们没有进来，你想唱的是另外一出吧？你是在说你不姓薛？你带我回京审一审，便什么都明白了。你原本想唱的那一出，今日可看得见？肃国公想看，来都来了，把我绑起来，带出去，我唱给你听。娘子，你怎么被绑着？哎，别碰他，他现在是我们肃国公的人犯。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柳夫人是吧？肃国公，我追拿朝廷要犯至此，或此女与人犯有同谋之嫌。如今此女，我要带回详审。肃国公，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。童儿，这位夫人是娘子。这就是小时候常来看你和夫人的柳夫人呐。竟然是柳姨，柳姨，你真的，柳姨，救救我！我不是什么犯人的同谋，我被人陷害，百口莫辩，我不想被带回京城受审，救救我！好，好，好，你别着急。肃国公，你怎么能随意抓人呢？这可是真女堂，就这样在堂里把真女带走，也不跟堂主知会一声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呀？柳姨，你帮我求求堂主，让他替我说说话。你别怕，我这就去找堂主，让他替你主持公道。我在这等你，柳夫人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把灯笼挂得高高的，我自然便来了。灯笼，现在不行，有贵人来，你赶紧走。你起来，你赶紧走。来都来了，我看过了，外面没人了。放开！男盗女娼，雕凤弄月，荒淫无耻！来人，把这对奸夫淫妇给我拿下！你们两个，快点给我拿下！柳夫人，走，快点，跪下，跪下！我还是第一次见，这做主的被绑着过来，这青城山真是让我开眼呢。柳夫人，我是被陷害的呀！我亲眼所见，
你还想在宋国公面前抵赖吗？我不管这里的脏事，柳夫人请自便。来人，把所有贞女都给我叫醒，留2个看门的，全部都给我押回去。明天报官，让衙门好好审审。这2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啊，我看着就糟心。现在就给他们押走。是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柳夫人，救我！柳夫人，柳夫人。柳夫人，我的人犯我可以带走了吗？主君，他身上有伤。现在怎么办？带走还是？找个房间让他休息。另外，你过来。审一审这个丫头。是。啊！总算是醒过来了。刘姨，让你受累了。你真是受苦了呀！怎么会伤成这样啊？哎，别动，头还晕吗？再躺一会儿啊。你这伤是怎么来的啊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肯定是那个娼妇所折磨的。你那丫鬟拿着发钗来找我，我一看这发钗，便知道你遭了难。你娘要是知道你在这儿遭了这样的罪，她得多心疼啊！刘姨，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这次我能见到柳姨一面，已经很知足了。就是不知道肃国公他会不会……丽儿，你别担心，我虽不能从肃国公手中将你带走，我定会让那江家人把你从他那里接走。你等着吧。快点，快点！后边跟上。听闻肃国公善于私刑逼供，但我得提醒你，此女可是相国嫡女。若是日后我发现她身上有何不妥，定会如实禀报江相国。这江家还会管她吗？江家不管她，那朝廷就管不了肃国公了吗？哎，这柳夫人还挺厉害。说正事儿。哦，正事就是人醒了，带走吗？让他歇一晚再走吧，免得人说我苛待犯人。可秦公子都已经押走了，这犯人跟犯人不一样。准备纸笔，我要写封奏书。这真女堂，我也想凑凑热闹。是。童儿，姐姐对不起，我把姐姐自伤的事情说出去了，我真的是太没用了。没关系，如今也不重要了。姐姐，那个肃国公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他是个意外，我听外面都在说要把姐姐带回京城去受审，这不挺好吗？将计就计，我们可以下青城山回京城了。可是姐姐，我们就算能回到京城，也回不到江家呀。而且，那个柳夫人真的会去江家吗？柳夫人不用去求江家。堂主与人苟合之事，已经给了柳公一个在朝堂上说话的口子。此事只要呈上朝廷，摆在圣上面前，
张家就不得不把这个丢了10年的女儿想起来。江家位居高位，断不愿落个薄情寡义之名。所以，不管江家愿意与否，接江离回家这件事，他们不仅要做，还会做得风风光光。昨夜睡得好吗？肃国公一夜没睡。想了一宿，你到底姓什么？肃国公没有问柳夫人吗？柳夫人说你好像叫梨花。哦，狸猫，小狸猫。肃国公，请自重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犯人教我自重呢。你这也太没有犯人的自觉了吧？这样呢？昨日发狠抽自己的后背，今日又伸手就绑。你这小命拼过头了。肃国公应该不怕拼命的人吧？走了。姐姐。陛下令臣采风问事，臣已悉数完成，写于奏表之中。朕听闻你妻子亡故，丧仪之礼辛苦连日，还能将朕交给你的差事办得如此妥帖，实乃能臣。回陛下，臣前些时日因家妻亡故，心中颇为伤怀，还要抽身回其母家处置后事。陛下所差未能尽善，臣迟除惶恐，还请陛下恕罪。人之常情，何罪之有？沈清与亡妻情深意切，又对其家人极尽孝道，实乃我朝典范。在朝百官当以此为例，凡有夫妻恩爱、治家守孝者，也当一应推举，为朝廷所倚重。谢陛下。江青。臣在。修陵一事进展如何？夏太后的陵寝已大致完工，只剩3间享殿尚余几处篆刻未善。下个月迁陵大典之前，定可全部完工。生母生前，朕未能尽孝。江青奏议，为母后建陵修园，上为天陵，下宽朕心，且亲自主持修建陵寝一事。夙兴夜寐，连日辛苦，江青奉朕，可谓是体谅之至啊。臣甘之如饴。免礼。陛下，臣刚从工部处得知，此次修陵亏空甚多呀。哦，陛下，上个月京郊大暑酷热难耐，
臣见修陵的工匠之中有人中暑倒下，不得不将工程暂停。但千灵之期不可废，只能成倍地征调工匠以赶工时，更遣人从城南灌桶运水，以供工匠之需，其中必有织好，可怎么能被污蔑成亏空二字？都说中书令爱民如己啊，果不其然。不过修缮陵墓乃朝中要事，且不说百姓这悠悠之口，御史言官哪个不是捏着笔看着呀？私自更改工部预算，非同小可。江相国倒是借此事沽名钓誉了，可众口铄金啊！我提醒你一句，你知陛下于何地呀？李相国，江相。行了，多出的支号大内补了便是，两位爱卿不必再争执。是。柳青，臣在。青城山的真女堂，并非官住的庵堂，也不是哪个官员私住的学堂。可朕听说，这几年，京城的官员往那个地方捐粮捐物的甚多。就这么个地方，竟然发生如此荒唐龌龊之事！回陛下，家中夫人前去真女堂慰问，昨夜亲眼撞见，中书令千金江离可作证。此事断然不会有假。中书令千金怎么会在真女堂？回陛下，小女之前犯下大错，故将其送往真女堂修行。江相国，这本应该是你的家事，我不该多问。令爱被送去山中，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事了，这还没接回来呀。多谢李相国、柳公提点。我的家事自会处理妥当。我也是希望你父女早点团聚啊。有了上一本奏书，肃国公参的这一本，朕倒也不觉得稀奇了。真女堂的真女伙同贩卖私盐的逃犯相互勾结，藏匿逃犯窝藏赃款，简直罪不可恕。朕已命肃国公彻查此事，不管背后牵扯到谁，朕绝不姑息。这几日天凉，正是温补的好时候。这几道寡淡的菜，给主君和老夫人捡去，把外头装上的野鸭子，用天麻和黄芪煨成上好的汤补上。要不怎么说，主君和老夫人的脾胃还是夫人拿捏的最准呢？不过是我照料的精致些，让大家有条理。快去准备吧。是。主君，夫君，夫君怎么这么匆忙啊？马上把江离接回来。怎么突然说这个呀？今日圣上点了2道奏书，一道是柳元丰的，一道是肃国公的。这柳公竟然将此事端到了圣上眼前，白白让夫君落了面子。这柳元丰是什么人？当年你父亲安插自己人进朝，掐了他的晋升之道，有此机会，他能不参江家一本吗？他参的还巧了。如今夏太后的陵寝将要竣工，正是圣上思念生母承尽孝道之时。圣上自幼亡母，又为太后不喜，这身世你是知道的。他柳元丰一道奏书，上戳圣上的痛处，下戳我江元柏的脊梁骨。李儿姓江，如今真女堂出了这阿杂事，就算圣上和柳公不提，我们也应该把梨儿接回来。你不怪他吗？有什么好怪的呢？这么多年了，我相信他早已悔改。再说了，
这世上有什么事情比得过江家的清白和名誉？此事还请夫君做主。麻烦的是，现在离儿还在那个肃国公的手上。肃国公？怎么会在他手里？这个人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给江离安上了个窝藏逃犯、藏匿赃款的罪名。这个罪名一旦落实，用不着李仲南来泼污，我们江家从此就再也洗不清了。我得去见见这个肃国公，要是能把他接回来，这事还不能悄无声息的办，显得我们江家心虚似的。夫君的意思我明白。若是那肃国公肯放人，接回离儿的事情，夫君就全权交给我来打理。咱们江家光明正大，热热闹闹的接回二娘子，这外头的人谁还敢嚼江家的舌根？夫人，你能有这样的胸襟，如此识得大体，我真是感慨。这么多年，承受最多的就是你了。当初离儿对你做了那样的事，都过去了。若是夫君不提起，我几乎都要忘记腹中的孩子了。夫人，我向你保证，若是离儿还像之前那样不思悔改，对你还带着怨恨之意，我定不会轻饶。谢夫君。